在这场大牛市里，你赚到钱了吗？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赚了个寂寞，明明每天都在听 AI 有多牛，英伟达涨了多少倍，黄仁勋又说了什么金句，结果自己一买进去，不是追高被套，就是买了一堆所谓的 AI 供应链股，死活不涨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看着英伟达的股价一路飙升，不敢追高，于是听了各种分析，买了它的上游供应商，买了它的下游客户，买了所有和 AI 沾边的公司，结果英伟达继续涨，你的股票却在原地踏步，甚至还跌了。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。看完你会彻底明白，为什么你买了大厂供应链股却赚不到钱。你会发现 AI 真正的金矿其实藏在一个所有人都忽略的地方。你还会学会怎么区分高爆发和稳健型的投资标的，避免在这波 AI 热潮里踩错最关键的一步。如果你也在 AI 行情里赚了指数没赚钱，先点个赞收藏一下，不然后面讲到关键地方你可能真找不回来了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现在 AI 投资的机会还在英伟达这种已经涨上天的龙头，还是在那些没人注意的底层基建公司？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遇到有代表性的问题，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专门解答。其实很多人都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们以为 AI 的核心就是 GPU， 只要买了 GPU 相关的股票就能赚钱。但问题来了， GPU 再强，如果数据传不出去，那它就是一堆废铁。你想想，你花了几百万买了一台世界上最快的印刷机，结果用来运纸的传送带是自行车的速度，那这台印刷机再快有什么用？它大部分时间都在等纸。现在的 AI 数据中心就是这个情况。我们现在用的 GPT， 用的各种大模型，它们的训练和推理都需要海量的数据传输。一个 GPU 集群里有几千甚至上万张 GPU 卡，它们之间需要不停地交换数据。以前用铜线传输的时候还能勉强应付，但现在到了 800G， 马上就要到 1.6T 了，铜线已经彻底不行了。为什么不行？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概念，叫做吉夫效应。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词，但它决定了整个 AI 行业的未来走向。简单来说，电流在铜线里传输的时候，不会走整个铜线的横截面，只会挤在表面薄薄的一层，频率越高，挤得越厉害。就像高峰期的地铁，所有人都挤在车门附近，中间空着一大片，但就是没人能过去。频率越高，这个效应就越明显。到了 800G 这种高频传输的场景，铜线的有效横截面积已经小得可怜了，电阻会急剧上升，发热会非常严重，传输距离也会变得非常短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我把铜线做粗一点不就行了？不行，因为做粗了之后，吉夫效应还是存在，有效面积并没有增加多少，反而会让成本变得极高，而且布线也会变得非常困难。一个数据中心里有几十万条线缆，如果都用粗铜线，那整个数据中心的重量都会成为问题。这就是铜线的物理极限，是没有办法通过技术改进突破的。就像你再怎么改进内燃机，也不可能让它的热效率超过100%一样。那怎么办？只能换一种传输方式，用光来传输数据。光和电不一样，光在光纤里传输的时候不会有吉夫效应，它可以用整个光纤的横截面来传输信号，而且光的频率比电高得多，能携带的信息量也大得多，传输距离也远得多，发热还小。说白了，光通信就是 AI 的呼吸管。如果没有足够粗、足够快的呼吸管，再强大的大脑也会窒息。但你知道吗？大部分人到这里就停了。他们以为光通信就是光纤，于是去买了生产光纤的公司，但真正赚钱的根本不是光纤本身。光纤就像高速公路的路面，虽然必不可少，但它是同质化的产品，竞争非常激烈，利润很低。真正赚钱的是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和红绿灯，是那些控制光信号传输的设备和芯片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买了光通信股还是赚不到钱，因为他们买错了环节。今天我要给你讲的两家公司，就是这个领域里真正的隐形冠军。他们一个是技术特种兵，一个是重装坦克，在 AI 光通信的浪潮里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。先讲第一个 Ciena。 很多人听到 Ciena 这个名字，可能第一反应是这是哪个不知名的小公司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它是上一轮互联网泡沫里极少数活下来并且越活越好的光通信公司。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，光通信行业是重灾区，无数公司破产倒闭，股价跌了99%的都比比皆是。Ciena 也不例外，它的股价从最高的150多美元跌到了不到1美元，但它没有死，反而靠着一项技术熬了整整20年，等到了今天的 AI 大爆发。这项技术就是相干光通信。相干光通信是什么？
简单来说，就是让光不仅能传递亮度的信息，还能传递相位和偏振的信息。这样一来，同样一根光纤能传输的信息量就会翻好几倍。在以前，相干光通信主要用在长途干线传输上，比如跨洋光缆。但现在，随着 AI 数据中心对传输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，相干光通信开始进入数据中心内部，成为了 800G 和 1.6T 时代的标配。Ciena 在相干光通信领域有着将近20年的技术积累，是这个行业绝对的领导者。它的技术优势有多明显？这么说吧，现在全球范围内能真正掌握高端相干光技术的公司，一只手就能数过来。而且现在 Ciena 手里握着70亿美金的订单积压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它接下来1年多的产能已经全部被订满了，它的业绩增长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但我不是来给你吹票的，我必须把风险讲清楚。Ciena 虽然技术很强，但它也有自己的痛点。它现在就像一块夹心饼干，夹在中间非常难受。上游是芯片厂商，现在芯片供不应求，价格一直在涨，压缩了它的利润空间。下游是云巨头，亚马逊、微软、谷歌这些公司。议价能力非常强，他们会拼命压价，所以你会看到 Ciena 的营收增长很快，但毛利率却一直上不去，这就是它最大的风险。而且它的业务比较单一，几乎全部收入都来自光通信设备，一旦行业周期下行，它的业绩波动会非常大。所以 Ciena 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？适合那些能够承受高波动，愿意为了高爆发承担风险的投资者。它就像一个技术特种兵，战斗力很强，但也很脆弱，一旦受伤就可能会损失惨重。接下来讲第二家公司，诺基亚。说到诺基亚，你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什么？是不是那个摔不烂的直板手机？是不是那个被苹果和安卓打败的悲情巨头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这个，那你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，因为你对诺基亚的认知已经落后了至少10年。现在的诺基亚早就不是那个卖手机的公司了。它现在是全球最大的通信基建巨头之一，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诺基亚在卖掉手机业务之后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通信基础设施上。它现在的主要业务是给运营商提供5G 设备，给企业提供网络解决方案，还有就是光通信。而且诺基亚最近下了一步非常大的棋，它收购了 Infinera。Infinera 是谁？它是光通信领域另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，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它掌握了磷化 WAN 芯片的制造技术。磷化 WAN 是什么？它是制作高速光芯片的核心材料。现在的 800G 和 1.6T 光模块大部分都需要用到磷化 WAN 芯片。可以说，谁掌握了磷化1芯片的制造能力，谁就掌握了光通信行业的命门。以前的诺基亚主要是卖光通信设备，它需要从上游采购光芯片，但收购了 Infinera 之后，诺基亚就拥有了从芯片到设备的全产业链能力，这是一个质的飞跃。以前它是卖铲子的，现在它不仅卖铲子，还卖铲子的核心零件，而且每卖出一把铲子还要收一笔专利费。诺基亚手里握着多少专利？这么说吧，全球几乎所有的通信设备都要向诺基亚交专利费，每年光专利费收入就有几十亿欧元，这才是真正的躺赚模式。而且诺基亚在欧美市场有着非常稳固的地位，这在当前的全球供应链环境下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很多欧美运营商和企业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会优先考虑诺基亚。和 Ciena 不一样，诺基亚的业务非常多元化，除了光通信，还有5G、企业网络、专利授权等等，这让它的业绩非常稳定，不会因为某一个行业的波动而受到太大的影响。但诺基亚也不是没有风险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。现在光通信的需求爆发式增长， Infinera 的产能根本跟不上，而且诺基亚作为一家老牌巨头，它的决策速度和执行力肯定不如 Ciena 这种专注的公司。所以诺基亚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？适合那些追求稳定收益、不想承担太大波动的投资者。它就像一辆重装坦克，虽然跑得不是最快的，但它装甲后火力猛，能稳稳地推进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两家公司代表了2种完全不同的投资策略。Ciena 是进场早、高爆发、高波动，如果你能在低位买入并且拿得住，它可能会给你带来非常高的回报。但如果你追高了，或者在波动的时候被洗出去了，那你可能会亏得很惨。诺基亚是全产业链稳健结构性修补，它的涨幅可能不会像 Ciena 那么夸张，但它的确定性更高，风险更小。对于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来说，这可能是更稳妥的选择。我个人觉得，现在的 AI 投资已经进入了下半场，
上半场是炒概念，只要和 AI 沾边的股票都能涨，但下半场是拼业绩、拼基本面、拼谁能真正从 AI 的发展中赚到钱。而光通信就是 AI 下半场最确定的机会之一，因为不管是大模型训练，还是推理，还是未来的各种 AI 应用，都离不开数据传输。只要 AI 还在发展，对光通信的需求就会一直增长。但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，不是说随便买一家光通信公司就能赚钱，这个行业的分化会非常严重，只有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、占据了产业链核心位置的公司才能真正受益。很多人喜欢找那种市值小、股价低的公司，觉得他们涨起来会更快。但在光通信这种技术壁垒极高的行业，小公司几乎没有机会。因为研发一款高端光芯片需要投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资金，需要10几年的技术积累，这不是小公司能玩得起的。所以不要去碰那些蹭概念的垃圾股，他们最终都会一地鸡毛。要投就投行业里的龙头，投那些真正有技术、有订单、有业绩的公司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这个行业不是单点赢家，不是说某一家公司会通吃整个市场，它是整个基础建设的整体升级，从芯片到模块到设备到系统，每个环节都有机会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不同环节的公司进行配置。比如你可以拿一部分仓位买 Ciena 这种高弹性的公司，再拿一部分仓位买诺基亚这种稳健型的公司，这样既能享受行业增长的红利，又能分散风险。我知道很多人现在都很焦虑，看着别人赚钱自己却赚不到，于是就乱了阵脚，追涨杀跌，结果越亏越多。其实投资最忌讳的就是跟风，别人说什么好你就买什么，那你永远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你要学会自己去分析行业的底层逻辑，自己去判断哪些公司是真正有价值的。就像这次光通信的机会其实早就有信号了，从去年开始，云巨头就一直在加大对数据中心网络的投资，光模块的订单就一直在增长。但大部分人都只盯着英伟达，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，这笔钱就是赚在了别人没注意的地方。在投资市场里，永远是少数人赚多数人的钱。当所有人都看到一个机会的时候，那个机会就已经不是机会了。只有当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，或者还在犹豫的时候，你提前布局才能赚到超额收益。现在光通信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，800G 才刚刚开始大规模部署， 1.6T 还要等到明年，未来还有 3.2T 甚至更高的速度。这个行业的增长至少还能持续3到5年，所以现在进场还不算晚。但你一定要记住，不要追高，要在回调的时候分批买入。再好的公司，股价也不会一直涨，总会有波动。你要做的就是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一点，在别人贪婪的时候谨慎一点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入挖掘行业底层逻辑的内容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后面我会继续拆解更多被低估的行业和公司。我不会给你推荐股票，但我会帮你建立正确的投资思维，让你自己学会判断机会和风险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所有投资都有风险，过去的业绩不代表未来的表现，请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理性判断，谨慎决策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建议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。